大家好，我是住在东京的方冠。这一期我们来聊一下自格外活动许可的线上申请。虽然这一期的名字只是说了自格外活动许可的线上申请，但是实际上很多的申请现在都已经可以进行线上申请了。在正式开始前呢，我们先要做一些事前准备。首先，第一个是个人番号卡。个人番号卡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的话，你后面的这些即便你都有了，你也无法进行下一步的操作。有关于个人番号卡的内容，大家可以参考我的上一期视频。第二个呢，主要是设备相关的一些事情。设备呢，这个主要的就是那个可以读取 IC 卡的设备，也就是说你无论你是电脑还是手机，你都必须能够读取这个个人番号卡才可以。然后是带有 NFC 功能的手机，这个的话，很多人可能没有这种类似的手机，或者说没有用过类似的功能。而带有 NFC 功能的手机呢，一般是指的是旗舰手机，也就是说，大部分的高端手机或者往年的一些旗舰手机，以及现在的一些最新的一些手机，基本上都是有这个功能的。但是中端和低端的手机是没有 NFC 功能的，大家请一定要注意。第三个呢是 JPKI 的客户端，这个是日本申请的一个官方的一个客户端。第四个呢是电子档照片，有关于照片的内容我会在后面继续更新。然后是可以利用这个功能，也就是利用这个线上申请的人群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表。最主要的呢是这几个，因为大家接触比较多的主要是这个律师和行政书士、外国人本人，还有法定的代理人以及亲人。亲人的话就是配偶、子女和父母这些。然后其他的一些呢，大部分都指的是一些你自己所在的公司的人，或者比如说你所在的公司是能够接受外国人，帮你做这些申请的，这类人是可以使用的。线上申请的好处呢，主要是第一个是无需去地方的路管局，因为路过管理局这个的话呢，如果你所在的城市有路过管理局，那么还好，你就可以直接坐几趟电车就可以过去的。如果没有，你可能需要坐很长时间的电车才能过去得了。这就是在路程方面是比较麻烦的。第二个呢是时间方面，也就是24小时，一年365天都是可以申请的。还有一个就是无需等待的时间，你只要把它填完了，提交申请，等他们审核就可以了。如果你是去的是地方的路过管理局的话，你可能需要去等待。像我每次去路过管理局的时候，我都需要等待至少2到3个小时才能办理得到我想要的一些事情。如果不等这个时间的话，那你就是可以通过这个线上申请，可以节约很多时间。第三个呢，虽然说他这里说了一个不需要系统的利用料金，这个当然是不需要的，因为即便你是去路过管理局，你也不需要。只是呢，如果说你是通过网上申请的话呢，你就可以节省一些车费，这个对你来说是非常不错的。第四个呢，可以通过快递发送在留卡，这个的好处是什么呢？如果说你每次是去路过管理局的话，那么你每次都要坐车，在中间的一些时间和花费的话，就是相比于你使用快递发送的话，肯定要更方便一些。首先，金钱上面你肯定能节省大量的车费，然后时间方面，你只需要预约，通过规定的时间把在留卡发送和收到就可以了，可以节约很多时间方面。最后一个呢，就是申请的种类多，并不限于自格外活动许可，这个我们放在后面讲。我们上面说了那么多好处，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线上申请的坏处。首先，第一点，不熟悉表格的人容易填写错误。这个主要是什么呢？因为你无论是填写哪一个申请，你需要申请的填写的表格的种类和数量都是比较多的，而且有些地方是有一点模棱两可的，所以说很容易填写错误。这个填写的时候呢，请一定要找一个懂的人在你旁边帮忙填写一下。第二个呢，就是出现错误的时候，以及一些材料缺失的时候，你需要一定时间等待才能知道结果。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你把这个一些材料和申请表都填写完毕，等交上去了，但是要等到他们把这个结果通知给你，比如说你出现了一些错误，或者说一些材料缺失，他们要通过邮件发给你，可能中间需要等待1到2个工作日。但是如果你在线下的时候，也就是你在路过管理局的时候，你可以直接问工作人员，让他们帮你检查一下，
如果有缺失或者说错误的地方，可以及时更正。上面我们说了好处和坏处，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支持线上申请的各种类型的许可。首先，第一个是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交付申请；第二个是在留资格变更许可申请；第三个是在留期间更新许可申请；第四个是在留资格取得许可申请；第五个是就劳资格证明交付申请；第六个是在入国申请；第七个就是资格外活动许可申请。这些申请呢，有一些在我们以前的节目已经有过一些介绍了，就比如说这个最熟悉的在留期间并更新许可申请，这个的话呢就是续签的意思。当然第二种这个也是叫做续签，只不过这个是指的是你在留资格变更以后，然后再把你的年限也进行更新的一个申请。这个一般指的是你从留学生变成社员，你从那个社员或者留学生变成为投资签证，这种的时候就是在留资格变更许可申请的。这个在申请的同时，你的在留期限和在留资格都会同时进行变更。另外一个大家接触比较多的呢，就是这个在入国申请。在入国申请呢，一般指的是你要出日本的时候，你需要进行这个申请。一般情况下是你去，比如说你要乘国际航班出日本的时候，在海关的那个地方，他会喊你进行填写这个在入国申请的。如果你提前进行填写了，那么就是最好的；如果没有，那么就要去在当时进行填写。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在线申请系统的利用者登录流程，与其说叫登录流程，不如说叫做注册流程。比较重要的呢是前面的3个，后面的这几个呢是和你在其他 APP 注册的时候流程是差不多的，大家可以借鉴一下就好。首先是第一步，大家在设置好 IC 读取器以后，然后在在留申请页面的首页点击新规利用者中的外国人本人以及其他选项。然后第二步是启动 JPK 客户端软件，读取个人号卡。在读取的时候，它会喊你输入第一个是本人确定密码，第二个是利用者证明密码。这2个密码的设置和在什么地方呢？大家可以参考我上一期的个人号卡，一般是在你领取的时候就喊你进行设置。在2次密码输入完成以后，就会进入第4步，也就是利用者信息输入页面，然后输入必要的信息。第5步是同意利用规则，和其他 APP 操作一样，然后进行再确定，以及确定以后，它会向你的邮箱发送邮件，然后从邮件那边点击连接进入设置好密码。设定好密码以后，它就会向你发送认证 ID。这里呢有个特殊情况，就是如果认证 ID 在1个工作日以后仍然没有收到这个邮件，也就是没有收到这个认证 ID 的邮件，那么请一定要联系在留系统申请的一些相关人员。申请流程呢就和之前的差不多了，但是它更简单一些，只是首先是登录，就是和上面做的一样，点击外国人本人和其他，然后是启动 JPK 客户端软件，读取个人号卡。这里的话只需要输入1个密码就行了，那就是那个4位数字，然后再点击那个认证 ID， 也就是你的认证 ID 是在这里要用的认证 ID 和密码，然后再点击登录就可以了。最后是结果和领取。结果和领取呢，首先是结果，一般是通过邮件进行通知的，也就是你当时登录的那个邮箱，你要经常进行查看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是在留卡呢，是可以进行邮送的，你需要准备一些必要物品就行了。比如第一个是你的那个在留卡，第二个是手续费缴纳书，以及第3个是返信用的信封。这个的话呢，一般是可以是，比如说是那个去邮局买的那种返信用的那种红色的那种信封，也可以是你自己买一个信封，写上你自己的地址和那个你就是路过管理局的地址，然后再那个贴上邮票就可以了。新的在留卡一般是通过邮件送到你的住处，也就是通过那个一般是通过邮政或者说是通过那个佐川这些送到你的住处。如果说你是那个只是申请资格外活动许可的话，你需要申请的就是先把自己的那个在留卡先送到路过管理局，让路过管理局给你盖了章以后，再把这个盖了章以后的这个在留卡再邮送给你。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页面呢，是手续费缴纳书的一个样本。首先，这里比较重要的一点呢，也就是这个印制方面。第二个呢，是下面的你需要勾选的选项。勾选的选项，它产生的手续费决定了你购买多少的印纸。这个印纸的话呢，你需要去特殊的地方，也就是一些固定的地方进行购买。它和一般的印纸有一些不一样，所以说这个你需要咨询在线申请系统的工作人员。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如果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希望大家帮忙点赞和分享。如果大家对我的内容感兴趣，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会继续分享日本生活相关的经历和经验。如果大家有疑问或者想要和其他润友一起交流，欢迎加入我的私人电报群。谢谢大家。